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市面上越来越多产品标榜自己是碳中和。那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企业花钱买了碳权，这个产品的碳足迹真的就能一笔勾销，直接变成零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从你带来的资料里面一起把它解开的谜团。我们手上这份探索世界专家学会的期刊文章啊，就深入剖析了联合国巴黎协定下的一套全新碳权规则，它叫做6.4机制，而且正在彻底改变整个游戏规则。哦，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帮你从这份资料里彻底搞懂碳中和这个口号底下那条很容易踩错的行销红线。那我们先来谈谈这套新的6.4机制，文章为什么会说它超级严格？它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根本的模式转变。模式转变。对，过去的碳权市场比较像是由下而上，就是开发商自己提案，所以标准啊、品质啊都参差不齐。我懂，就是各说各话。没错，但现在这套新机制是由联合国的监督机构直接主导，统一来开发方法学，整个变成由上而下。哎，这听起来就像是官方出手整顿市场，把那些滥竽充数的所谓的劣币给淘汰掉。那文章有提到具体的做法吗？怎么确保品质？有资料提了2个关键的门槛，第一个叫做额外性4步法。额外性。对，它是一道非常严格的论证，就是要确保你这笔碳权的钱是真的雪中送炭，催生了一个原本不会发生的减碳计划，而不是去补助本来就会做的事，那样就只是锦上添花了。了解，钱要花在刀口上。但还有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减了多少碳？这就牵涉到第2个门槛了，那个极度保守的基准线设定，对吧？完全正确，它不止每年强制把标准往下修，来反映技术的进步，还引入了一个很厉害的机制，叫做不确定性扣除。哦，这个我印象深刻。也就是说，你提供的减排数据虽然很漂亮，但如果证据很模糊的话，折扣就打得越狠，直接惩罚你的不确定性。是的，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打造出那种最高品质、无可挑剔的精品级碳权。好，那这就带出了这份报告里最核心，也是你可能最想知道的问题。我作为一家公司花大钱买的这种精品级碳权，现在总可以把产品包装上的碳足迹数字改成0了吗？这里就是这份资料最颠覆直觉的地方。他说答案是绝对的，不行。不行。对，不行。我们必须在脑中建立2条完全平行的轨道。一条是物理轨道，物理轨道，另一条是金融轨道。物理跟金融。是的，你的产品碳足迹是跑在物理轨道上的事实，它从原料开采到废弃，实际排放了50公斤，就是50公斤，这个物理量是客观存在的。而你买的碳权是跑在金融轨道上的弥补工具。根据像 ISO 14067这种国际标准，这2条轨道是永远不能交叉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用金融工具去篡改一个物理事实。讲得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哇，这真的太重要了，这就画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也解释了为什么资料后半段花了这么多篇幅在讨论行销上的红线，因为一旦搞混，麻烦就大了。正是如此，企业可以说它的产品达成碳中和，英文是 carbon neutral。它的意思是，我的产品产生了50公斤的碳排，但我另外花钱买了50公斤的碳权，来抵消它的环境冲击。这是可以的说法。对，但绝对不能说产品是零碳足迹 （zero carbon footprint），因为抵消不等于排放消失。等一下，所以苹果这么大的公司都会踩到这个雷哦。资料里提到他们那个碳中和手表在欧盟被告，代表这不只是一个学术定义问题，而是已经会产生实际法律风险的行销红线了。对啊，欧盟就认为这种抵消后的零会误导消费者，是一种漂绿行为。漂绿 （greenwashing）。没错。那既然联合国这支官方队的规则这么严格，你可能会问，那市场上原有的那些民间标准，我们叫它民间队，该怎么办？对啊，
它们会被消灭吗？资料预测是两者会并存，但是应用在不同的层级。关键的分级点在于一个叫做相应调整的会计规则。相应调整，它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双重计算。双重计算，是的，在官方队的规则下，如果 A 国卖了一个碳权给你，那 A 国政府就必须在自己的国家减排成绩单上把这个额度扣掉。哦，我懂了，这样才能确保同一个减排成果不会被 A 国拿去交作业，又被买方企业拿去对外宣传。非常精准。所以未来需要用在国家履约这种高级别用途的，就会指定要用官方队的碳权，而许多企业自愿性的宣告，则可能继续使用民间队的碳权，市场会因此分层。好了，时间差不多，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从这份资料中得到的重点。第一，碳权市场进入了品质为王的时代。第二，也是最反直觉的关键，买碳权不能让产品的碳足迹数字归零，物理事实无法用金融工具修改的。第三，行销上碳中和与零足迹是两回事，界限必须分明，否则连苹果这么大的公司都可能挨告。资料的结论其实也很清楚，全球碳市场的规则只会越来越严格。那些想靠碳权做生意的企业，如果没搞懂客户的最终用途，很可能会血本无归。这确实是很重要的提醒。最后，我们也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既然碳权规则越来越复杂，而且抵消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了争议，我们是不是该换个角度想？与其费心研究如何购买碳中和，我们是否更应该专注在如何从源头的设计与制造，去真正达成一个无法被轻易抵消的实实在在的低碳足迹？谢谢您的收听，欢迎订阅、分享或透过资讯栏连结与我们进行商务合作。